跨年夜愿意跟你出来见面的女生，她早就准备好被你拿下了。我知道很多兄弟不信这个邪，因为你已经跟他约过很多次会了，对不对？每次约会呢，他好像也都挺开心的啊，给你的反馈呢也都不错，但是你们的关系呢就一直没有办法得以推进。那这部分能把女生约出来，但是进度依然为0的兄弟，今天的内容你一定要好好听。我会用一个实战案例去告诉你，怎么用一次约会就让女生对你产生好感，甚至当场就窝进你的怀里撒娇。这位兄弟呢，是去年12月31号，刚好就是跨年夜那晚来找我的。那段时间呢，这个兄弟是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，当时大家都喝的有点多，然后玩一个国王游戏，就让兄弟公主抱一个小美半分钟啊。咱们兄弟呢，也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咋的，红着个脸跟人家小美说了句什么得罪了，完事嘿咻一声就把这个小美啊扛在了肩上，就有点像是土匪下山抢民女是一样的啊，反正给这姑娘吓了一跳啊。当时吓得这个姑娘的手指甲盖都在兄弟的背上又挠又抓的啊。那这兄弟呢，其实当时也被抓得挺疼的，最后呢就一下没站住 ，OK， 两人都摔了。那经过这一次不太美妙的互动之后呢，这个兄弟跟这个小美啊熟络了不少啊。之后呢，整晚两人都是坐在一块玩游戏的。那等到要走的时候啊，在场还有很多人起哄，跟兄弟说什么八戒把你的媳妇儿扛回去。反正搞得兄弟当时是连续几天都想着这个女生啊，这兄弟心里痒痒的。那后来呢，这兄弟还是鼓起了勇气约了女生几次，但每一次呢，这女生都会用各种理由去婉拒他。那兄弟他就会觉得这个女生啊，可能是有点不待见他，或者说对他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啊，他又很久没有这样因为一个女生去失眠，或者说那么的喜欢了，所以兄弟当时就想着什么，跨年把这个女生约出来，对吧？啊，不管能不能在一起，反正呢得要有个结果，他才会甘心啊。最后呢，这兄弟就来找到我，因为我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，还有10多个小时就正式跨年了，所以情况是比较紧急的，我就直接带着兄弟开始了攻略。鉴于他俩认识的时间不是很久，彼此也不是很熟悉啊，女生呢她肯定是有防备心的嘛，所以我们一上来既不能太激进，也不能太保守啊。那干脆啊，我们就让兄弟直接一点啊，就问女生怎么说的，今晚一起看个电影啊。女生当时就回复了，说这不好吧，而且我今晚可能没时间。女生的拒绝其实是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，而且各位细看，女生只说了没时间，没说有什么具体的安排，对吧？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突破口，所以我就让兄弟怎么回复他的，有啥不好的，你过意不去，那咱俩就 AA 呗啊。我们故意曲解一波女生的意思，把她的拒绝给曲解成不想占兄弟的便宜，然后再用 AA 这个点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个框架。一旦女生进入到我们的框架了，那接下来的剧情走向可就由不得她了。那女生呢，果然这里回了3个问号。那兄弟当时看到女生这个问号啊，心都凉了半截。本来他觉得我们开这个玩笑也没有那么合适啊，但是了解我的兄弟都知道，越是这种时候反转才会来。那好，接下来呢，你们就学着点啊，看看我是怎么把这个死局给盘活的。我当时让这个兄弟怎么回复的，你不是说没时间吗？那咱就 A 一下，你负责出时间，我负责掏腰包，没毛病吧？这个呢其实就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补偿效应，先让女生故意误会，然后再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，那这个时候女生就会觉得对你会有一点点小愧疚，那她呢也会更容易去答应你的当下的一些小要求。那你看这个女生这一次回复的是什么，她说666，你还挺会 A 的啊，但就咱俩去看电影会不会有点奇怪呢？女生这里是在担心2个人刚认识不久就出来约会看电影，发展会不会太快了，何况还是跨年夜。那如果换作是屏幕前的各位彦祖们，你们会怎么搞？是不是会很高情商的接一句不奇怪呀？看个电影很正常的吗？如果说你们这么回的话，其实也没啥问题。但是接下来的整场约会啊，你们也就局限于看个电影啊，对拉近彼此关系是一点帮助都不可能有的。那你们来看一看我当时让这个兄弟怎么回复的。我们说我就是单纯的想找个搭子看看电影，没想到你已经考虑到这么深层次的东西了呀。还是保持前面的思路，把正确的动作重复做，去故意曲解女生的意思，调动她的情绪啊。你看女生这一次是怎么描绘的，她说你滚啊，还配了一张傲娇的小表情包啊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女生现在真的生气了吗？很明显不是的，反而会有一种打情骂俏的感觉。
如果当时我们回的是不奇怪这种话啊，你觉得还能有这种效果吗？所以说有些人他一直单身真的是有原因的，你始终在用传统的框架去博弈女生，那效果肯定没有交割这种邪修来得快嘛。不过这点暧昧呢当然是肯定不够的，毕竟现在跟这个女生对线的是什么？是有10多年实战经验的教练。所以啊，我当时让兄弟怎么回复的？跨年的这些电影啊，好像都不是很合适，因为最近都没有新上映的爱情片，要不等新的爱情片上映了，咱们再去看。当时女生就直接秒回了啊，说我要看哪吒，还要吃超大桶的爆米花。兄弟们，你们是不是很疑惑，女生为什么这一次那么爽快的就答应？你们再细品一下，我们前面那句话其实是大有玄机的。如果女生说不等，那她现在是不是就答应跟兄弟一起看电影？那如果说她说等，那请问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啊？肯定就是孤男寡女一起看爱情片的关系，对吧？这个呀就叫做阳谋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只要你进入到了我们的框架，那是走是留还不都是我们说了算啊？那到了这里呢，其实我们就算是解决了邀约的问题了，接下来就到了最重要的环节了啊，也就是线下环节。我当时呢给兄弟打了有一个2个多小时的电话，详细的交代了约会中该注意的很多细节。我还告诉了兄弟，看完电影千万别送人家回家，找个附近点的这个清吧啊喝着啊。女生她既然愿意在跨年夜出来陪你看电影，那么肯定也是不想那么早回家的。同时呢，我还给兄弟规划了3个9桌的跨年小游戏。那第一个小游戏呢叫做默契考验，规则很简单啊，就是双方轮流提问啊。比如说我让兄弟提问，这个女生提问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在哪儿认识的？当时加上你，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平时爱吃什么？这种双方生活上细节上的问题啊，规定呢就是必须在3秒内回答出来，回答不出来的人就必须要完成对方的一个小要求。比如说我让兄弟要求女生撒个娇啊，拍个跨年合照啊这种之类的。那这个游戏的目的呢，其实就是暖暖场，顺便呢也带着女生回忆一下两人相处的一些细节，然后彼此之间呢也会就是了解的更多。然后就是我们的第2个游戏了啊，叫做大预言家。规则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双方在备忘录上面一起去预测12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比如说你会跟我碰杯喝一个啊，你会偷看我啊，这种之类的小动作，等到12点的时候呢再揭秘。那这个游戏的目的啊，就是在于一个情绪拉扯。从约定游戏到拆开的这个几个小时里面，女生都会持续的琢磨兄弟的想法，自然而然的她就会对兄弟产生更多的情感跟情绪投入，对不对？而且等到揭露谜底的时候，兄弟还能够顺带的去调侃一下女生，比如说哇啊，你也太自恋了吧，谁会跟你表白啊？原来你想我抱你一下啊，我就知道你的想法是不干净的啊！这种恰到好处的小调侃，就能够让暧昧的氛围直接拉满啊！最后呢，就是第3个游戏了，叫做心想事成。那规则呢，就是双方都写下一个新的1年想跟对方一起做的3件小事，然后直接发给对方啊！就比如说陪我去看一场演唱会啊，一起去潜个水啊，这种之类的。而且一定要约定好，在新的1年内一定要一起去兑现这些承诺。这一步的目的呢，就是把单调的跨年祝福变成了共同的约定，让你们的暧昧不仅仅是局限于跨年夜。当然，那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在第2天早上，也就是25年的1月1号的早上，兄弟跟我反馈说，昨晚女生因为喝的微醺啊，12点的时候呢，就直接靠在了他的怀里，说希望明年也能跟兄弟一起跨。那在这之后呢，我又跟进了小半个月啊，2人的事儿啊，很自然而然就成了。不知道兄弟们看懂了没有？跨年夜那个晚上，其实我给兄弟那2个多小时电话，全程是在教他那3个小游戏吗？不是的啊，我给他讲了非常多掌控全局的一些东西，这个才是重点。这个女生是一直在被这个兄弟带领着走的，这个兄弟的强者身份以及强者形象，自然而然就会深深的烙印在这个女生心里。再加上是跨年夜，对吧？彼此都是单身彼此已经被对方吸引了之后，那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？所以啊，跨年夜真的是很多单身狗的机会，你们一旦抓住了，那你就能够搂着心爱的女孩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。那当然了，
今年25年的跨年夜呢，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兄弟会来找我临时抱佛脚啊，所以呢，我只能温馨提示一下，有需要一定要提前滴，不要像这个兄弟一样当天那么急，好吧？还是那句话啊，弱者专研情感，强者会用人性。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